青青，开门！给我出来！你居然敢咬我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开门！给我出来！刘青青，出来！哎呀，头好疼！我这是怎么了？头怎么这么疼？这是哪儿啊？刘青青，你赶紧出来！不是吧？我穿越了！穿越成了一个农家女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体弱多病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，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。门口那个泼妇大伯母把我卖给村里60岁的老瘸子当媳妇。哎呀，不是吧？真是天崩开局，让我怎么活呀？声音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求生意志，交易系统已绑定，宿主可以用任意植物交换金钱、食物、用具等生活物资。发现植物，是否交换？系统，换金钱。已到账5文。有了这个系统，我一定能好好的活下去，还能带着娘和小弟吃饱穿暖。至于把我卖给那个老头当媳妇儿，那就让大伯母自己去当吧。出来！刘青青，出来！这个敲门骂我的人就是我的大伯母。出来呀！就是他今天非拽着我要把我卖给老头当媳妇儿，我不愿意就咬了他一口，结果被他拿棍子打，我只能躲在屋子里。如今我身无长物，不能和他来硬的，得智取。你这个没良心的小贱人，让你嫁给刘老爷，让你享福。大伯母这么为你着想，你居然敢咬我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就是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怎么了？大伯母，那刘大爷今年都60了，还听说他打死过好几房夫人呢，这哪是让我享福啊？您这是把侄女往火坑里推呀！就你这副哭哭啼啼的丧气样，就随你那个病秧子娘，能有人要你就不错了。大伯母，既然如此，侄女只好去县衙评评理。听说县衙新来的老爷可是最痛恨欺凌孤寡之事。你敢？伯母，青青平日只是不愿意惹事，但若是被逼急了，我什么都敢做。站住！你不愿意不嫁就是，哪里需要县老爷来处理？那就多谢大伯母体恤。这死丫头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，这么伶牙俐齿？哇，姐姐，今天是提前过年了吗？好香啊！今天不过年，姐姐以后争取每天都让你吃白面和鸡蛋，好不好？青青，今日得罪了你大伯母，今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能保护好自己，也能保护好你和弟弟。以后我会努力赚钱，让我们一家3口的日子越来越好。好，娘也会养好身子，守护好我们的家。我也要快快长大，帮助姐姐和娘。好，娘，一会儿我要去一趟后山，你和小柯在家要把门锁好。后山上植物多，可以多采些植物和系统做交易。嘿嘿，植物们，我来啦！你很少去后山，只怕不熟悉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娘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啦。姐姐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快让我遇到些什么奇花异草，可以多换些钱了。这是灵芝，这个肯定能值不少钱。在这个缺少药材的地方，万一生个什么病，说不定还能靠灵芝救回来呢。是否现
钱再交换。系统，我能不能先存放在你那儿，等我急用的时候再换钱？可以，上。蓝花，值钱的，我的。朱砂梅，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一道账2两银子，一道账5两银子，一道账6两银子。先换一部分，其他养在系统里。哎，这个罐子不错啊。现在粮食本来就紧缺，一到冬天粮价就翻倍，光囤干粮，怕受潮坏了，腌菜又费盐。这个罐子就不错啊，正好可以做成罐头，一层粮食，一层肉，到冬天冻起来，到时候拿出来烧水，一热就能吃，方便储存又方便运输，到时候上集市了还能换钱，一举两得啊！哎，大家来看看，卖自热罐头了，有肉有菜，10块钱一罐，快来看看。哎，什么？10文钱一个，小姑娘卖的也太贵了。就是，谁知道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？且不说好不好吃，能不能吃还是个问题，谁知道吃了会不会中毒？各位若是怕罐头不好吃，我可以拆一个，给大家伙免费尝尝。哇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啊，哎呦，好香啊！神奇啊！我还是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味道。小姑娘，你这真的可以免费尝尝？当然可以啦。小姑娘，这东西怎么做的？这也太好吃了！我要一罐，我现尝的，我要第一个买。啊，我也要，我要。哎，小刘别抢，一个来，给你，拿好，给我来一个。给你，我也要。别急，哎呀，真好吃。姑娘，我家公子是川元楼酒楼的少东家，公子说这罐头是他见过最有创意的佳肴，想和姑娘谈一笔生意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酒楼少东家，这可是大客户啊！要是能够长期交易，那这钱不就是滚滚来吗？自然是真的。若姑娘愿意，请随我来。姑娘，这剩下的罐头我都要了，麻烦帮我包起来。好。想必这位就是柳姑娘吧？想不到呀，柳姑娘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好的创意。柳姑娘请坐，尝尝上好的毛尖。不愧是少东家，果然是好茶。想必初春已经和姑娘说了，龙某准备买下所有的罐头，也免得柳姑娘东奔西走。这样吧，还按照柳姑娘的价格10文钱一个，材料我们出，但柳姑娘得答应我，以后你做的罐头只卖给我们家，如何？就这么简单？对，柳姑娘，只要签下保密契约，合作便达成，如何？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是第一批货的订单，柳姑娘能否如期交货？1个月500个，没问题。这些罐子做工精良，不知是哪家铺子做的？那个，实不相瞒，这些罐子是我请一个熟人做的。我家里还有400多个，先顶着用吧。既如此，那每个罐头多给柳姑娘5文钱，以后罐子都由柳姑娘提供，如何？好。哎呀，青青，你奶奶和你大伯母把你弟弟卖给村里的村霸李爷了。什么？快走！小姑娘胆量不小，敢到我这儿来。请李爷行个方便，我想见一见我弟弟，是刚刚被卖到这里的男娃，5、6岁的样子，他叫柳柯。2两银子就想赎人，
你当我是善人呐？李爷说笑了，这是我给李爷喝茶的。只要见到我弟弟，让我知道他平安，我一定拿钱赎人。小丫头有胆识，等着。姐姐，姐姐，他来的时候就有伤，可不是我做的。李爷，开个价吧，多少钱赎人20两，其他不谈。 20两，把弟弟还我。小姑娘，我真想多讹你点银子，可我是个讲信用的人，把你弟弟带走吧。多谢李爷仗义。我的好伯母，敢卖我弟，我就卖你儿子。堂妹，我娘又让你给我送什么呀？大伯母生病了，她让我过来给堂哥送零花银子。学堂门口人太多了，不安全。你看，你看。大伯母，你儿子已经签了死契，给我当奴才了。要是以后还想见到你的儿子柳星，就交钱来。这不可能！希儿怎么可能签死契把自己给卖了？不信？行啊，那就等着你的好儿子被卖去当奴才或者童官吧。你个小贱人！现在死契可是在我手里，你们交30两银子赎人，然后跟我去找村长把分家手续办了。现在我给你们10个数，10、9、8。我还活着呢，你就想分家？你长本事了你！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做大官的，不能让这个贱人给毁了。3、2，我给你，家也分。你别卖你堂哥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拿银子。哎呀，走，找村长去办分家手续吧。希儿在哪儿？等分了家，自然就能看到了。家也分了，希儿在哪儿？去街尾狗窝里找你的宝贵大孙子吧。分家是你提的，以后可别想回老宅。我们分家这事儿可是过了明眼的，村长大人亲自见证。既然说定了，就不会反悔。以后我们2房跟你们再无关系。谁稀罕？青青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娘身体不好，帮不了你，还顾不住科。娘，你别这么说，爹他走得早，要不是你含辛茹苦，我们俩又怎么能好好长大？只要有你在，我们家就在。好，我的青青长大了。姐姐，我也要长大，早点帮姐姐和娘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要好好吃饭，才能好好长大。天越来越冷了，等过些时候，娘去拆些棉被，给你做2身衣裳。娘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子。明天我去买些布料，去找孙婶子，让她给我们仨做些好衣裳。青青，你刚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花钱赎回了小柯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放心，娘，我和川越楼少东家谈成了生意，后面会招人开作坊，以后我们还会搬到镇上去住呢。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好，我们一家都会好好的。吃饭。小雪和我一样，父亲早逝，奶奶不慈，孙母虽然厉害，欺负他们的人少，但到底生计艰难。我有能力挣钱，也要拉小雪一把。青青来了，快坐。婶子，我这次来是有件事要麻烦婶子的。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有啥事就直说，跟婶子客气啥？我想请婶子帮我们一家3口做2件过冬的衣裳。我和我娘的手工你也是知道的。这个
收给婶子的工钱。哎呀，然后这个收给婶子带的礼物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哪能要那么多工钱呢？一点小事干嘛这么客气呢？婶子，你就收下吧。哎，我找别人那不也得给工钱吗？我还不如找婶子您来做呢。另外有个赚钱的生意，想让小雪跟我一起做。哎，最近啊，在跟川云楼的少东家做罐头生意，我出罐子和调料，让小雪跟我一起做，一个罐头15文钱，我给小雪7文，自己8文。婶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什么都让你出，我去拿这么多，这不行。这样吧，你让我帮你做工，给我2文钱一个就行。2文钱，那也太少了吧？你不多挣点，冬天怎么过呀？我们是合伙做生意，这差距太大的话，不利于我们合作的。那就5文钱一个，也好算钱。你再不答应的话，你就找别人帮你去吧。是啊，青青，你能带着小雪赚钱，我都已经很知足了。好好好，5文钱就5文钱，今天就开工。小雪，你先把这个保密契约签了，然后就到我家去，我教你怎么做。好。柳姑娘，这是少东家吩咐送来的食材，若是能在今天某时做完，另下100文辛苦费。真的吗？那就替我谢谢少东家和掌柜的了。我们现在就去做。走。你们也太厉害了，1天就把这些罐头做完了。这是东家说要给你的600文钱。那就替我谢谢少东家啊！这些零食还请小哥收下。好。加班的钱我们1人1半。青青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有了这些钱，我和我娘过冬就不用饿肚子了，我娘也不用大冷天的去做绣活，累得生病了。我一定好好做，放心吧。等你以后熟练了，会赚得越来越多的。昨儿柳姑娘做的罐头实在太受客人欢迎了，40个罐头一会儿就卖完了，还有些不够呢。所以少东家想问问柳姑娘，还能不能多做些，每个罐头多加5文钱，一个罐头20文钱。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每个月还给200文辛苦费。那就谢谢少东家和掌柜的了。等到时有空，我再去看望少东家，还望小哥帮我转告。这些零食还请小哥收下。好。这200文辛苦费，我们1人1半。不行不行，这太多了，那是少东家和掌柜的给你的，这是我们2个人做的，辛苦属于2个人。拿着。青青，你家最近车来车往的，是做什么生意啊？如果还要人，能不能带我们呀？是呀，今年收成不好，家里的粮食都不够吃，更别说能拿去镇上换点棉衣什么的。大家伙可都在愁，这冬天可怎么熬呀？哎呀，本来还想找个时间说的，现在我就直说了吧。最近我的确是谈下来一桩生意，我和小雪2个人一起做，也挣了些钱。不过东家那边要货的量越来越大，就我和小雪2个人肯定是不够的。这些罐头，东家给的是20文钱一个。20文啊！我把活分给别人，小雪做一个10文钱，另外别人做的5文钱一个。5文？如果各位家里有姑娘愿意来，就可以做。5文钱一个，这么高的价！青青，我要给我家小桃报名。青青，人家少东家给20文钱一个，你才给5文钱，你这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得了15文钱？再说了，凭啥小雪你就给那么多啊？婶子，川云楼买的不是罐头，而是味道。这个味道只有我能做出来，而且小雪以后是要帮着我管理的，自然要多一些。如果大家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吧。我来管理，我不行的。我相信你，你可以的。好，那我试试。各位，如果家里有姑娘愿意的话，可以去小雪家报名，到时候我会通知入选名单和上工时辰。好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想报名的可以去我家。哎，走走走，报名走。系统上换取白砂糖很便宜方便，这时代没有白砂糖，自然没有龙须酥。若是做好了，又是一个生意门路。我要挣钱，快点挣钱，挣很多钱，换灵芝，种瓦坊，穿新衣。以前看过视频，还以为做龙须酥很简单，果然是眼睛会了手没会。再来。现在做糕点比挣钱还难，不行，此刻我需要金钱的抚慰。童子，我要把灵芝换钱。一朵灵芝怎么得上100两吧？系统大人，多给点吧，求求了！已到账500两银子，本系统自动升级进度已达10%，还请主人在30天内多兑换名贵花草植物，完成升级进度。系统升级后将解锁万能按钮，附赠作物快速生长药水。真不错，500两，500两，这可是500两啊！可是我又要做罐头给穿云楼供货，还要找各种名贵花草植物。哎呦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哎，不对呀，过2天就有更多人一起来工作啦。这是找我报名的人的名单，你看看。这个，明天通知这几个人来上工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要去楼府拜访，这里就交给你啦。有我看着，你就放心吧。柳姑娘今日来府上，所谓何事啊？对，我自己做了些点心，想来感谢2位的提携之恩。这是什么点心？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糕点。这是姑娘自己做的。这是我自己做的糕点，名叫龙须酥。2位觉得味道如何啊？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龙须酥啊，比整个大恒最出名的点心铺子的点心都好吃。少夫人若是喜欢的话，我就多做些送来。不知柳姑娘愿意出售这龙须酥吗？若是愿意的话，肯定能卖个大价钱。我做罐头就已经分身乏术了，再做这龙须酥，只怕是不行。不过少东家和少夫人若是对龙须酥感兴趣，我倒可以卖给2位。柳姑娘开个价吧。我呢，要这龙须酥利润的20%，还有龙须酥的原材料，只有我能做出来，你们必须也只能从我这里拿。1袋1两，买5送1，买多送多。2位意下如何？我想看看你说的这独一无二的原材料。白砂糖，竟还有如此细腻的糖。少东家、少夫人，若是同意的话，不妨我们先把合约签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可以告诉你们龙须酥的制作方法，也可以实际操作给2位看。这一包糖能做多少个？保底30个。成交。初春，拿笔墨纸砚来。是。还劳烦柳姑娘把制作方法告诉厨房的师傅，如果卖得好的话，我们愿意再给姑娘1成辛苦费。那我就先谢谢少东家和少夫人啦。这些花卉盆栽好像都是名贵品种，虽然有些没有开花，但应该也能用来和系统交易。不知2位为何将家里还未开放的花卉就摆放出来？这些盆栽都是我种的，虽未开花，可满盆绿叶倒也是别有一番风趣。夫人还真是高雅，不知可否送我几株？没问题，我素爱养花，十分欢喜有人与我共赏，每每与共，方为大同。那就多谢少夫人啦。少夫人的叫着着实生疏。
你是我在这的第一个朋友，不如你喊我一声姐姐。到时候这个镯子就当做是信物，带上它以后进府无人敢拦你。谢谢月姐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楚晨，你领着青青妹妹去见点心师傅，而后亲自送青青妹妹回家。是，谢谢月姐姐。姑娘请跟我来。月儿，平日你不愿与人过多亲近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第一次见柳姑娘就觉得格外亲切，而且古灵精怪的，所以这才亲近一些。怎么这么快？柳姑娘教完做龙须酥的师傅之后，说要去李正那里申请买地和允许建作坊的文书，所以让奴婢先回府了。这柳姑娘是有大志向的。刘丫头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是不是又做成了一笔大买卖啊？我拿到了建作坊的文书，马上我们就可以在村里建作坊了。青青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建作坊的钱你也出？当然是真的啦！没事做的书婶们都可以来帮我修建作坊，50文1天，包吃。青青真厉害，心真好，不仅自己挣钱，还要出钱修作坊，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过好日子。这就是我们的财神爷呀！是啊，是啊。没有，各位书婶们说的太夸张了，我也只是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而已。想做工的还是找小雪报名。我家里有事，我就先走啦。姐姐，这花好漂亮呀！月姐姐已经派人把花送来了。月姐姐人真好，送了我这么多名贵的花，我得做些什么感谢她。小柯，你先进屋帮娘做饭，我来处理这些花。童子，交换银钱。已到账，20两银子，升级至20%。这个，升级进度99%。99%？那不是马上就可以升级啦？这么多银子啊！储存。既然还剩1%，不如我先去后山找点植物，助力系统升级。对，去后山上。童子，这次不兑换银钱了，兑换白砂糖和辣椒，并储存。收到。对了，这升级进度条呢？升级进度99%。不是吧？我那么多种植物往里丢，这都不给我升级，我就不信了。这1%我今天达不到，等着。在小小的山里挖呀挖呀挖，挖到一个金元宝，挖到一个升级款。童子，现在进度条多少？进度条99%。我给你喂了这么多东西，连1%都升级不了。我不干了，我现在就回家，我回家吃饭去。青青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娘，我就是在后山挖草药，挖的有点久。草房里烧有热水，等会儿去洗洗手、洗洗脸，过来吃饭。啊，对了，小雪刚才过来找你，说做罐头用的调味料粉都用完了，问你新做了没？哎呀，我忘了。这样，我吃完饭我就去做。这时候还没有辣椒，所以我的罐头独一无二。如果我能种辣椒、卖辣椒，那我不是又能多赚一笔？不知道系统升级之后能不能帮我实现？总算是摸好了。不过明天我的作坊就要开始修建了，到时候把我这破草屋也给换成新的，太好了！马上我就要成为柳老板。哦耶！新房子盖的就是比破草屋强，刚好今天作坊也建好了，明日就能开工啦。不好了，山匪放出消息说后天就要来洗劫咱们庆丰村，让我们要命的话就赶紧离开。什么？山匪洗劫？这怎么行啊？咱们的作坊才刚开始，怎么能离开村子呢？青青，
山匪凶悍，村里人手无寸铁，得想想办法。筒子，有无火药、炮弹、各种长刀短剑？主人，有的，应有尽有。土匪的事情，大家伙都知道了吧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知道了。就是，都怪有些人巴不得全国都知道他有钱，整天马车来来回回的。这下好了，招来土匪了。就是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，连米缸都铺不满。要不是有些人整这么大动静，那土匪能盯上我们这穷村子吗？村子里出了这样的人，只能说我们倒霉，还财神爷呢。我看真的是煞星。你身为村长怎么说话呢？亲亲带着我们大伙挣钱过好日子还有错了？你们阴阳怪气的，说给谁听呢？各位书生长辈们，这次的事我确实也没有想到，不过我也有打败土匪的办法。若是愿意留下来的乡亲们，大家可以听我说一说，我会尽量保护住大家的安全和财产。那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就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就是啊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就敢说这样的大话，我呸！土匪来的正合我的心意，就应该把柳青青家抢光烧光。大家要走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不走，我们一家都不走。若是还有愿意留下的人，愿意和我们一起对抗土匪，守护家园，可以站到我这边来。你疯了！这么多条人命，你死100次都不够赔的。大家不要听他的，我才是村长，要离开的就站这边。待会儿咱们就回去收拾行李。我们愿意留下来，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，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。我们一家也留下来，我们一家也留下来。你们宁可相信一个小女孩能保护好村子，也不相信我。村长，你错了，我们不是让青青保护我们的村子，因为庆丰村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。那你们就等着后悔去吧。既然村长要带大家离开，那我们的事情村长就不必操心了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谈谈我们损失的赔偿吧。就是，土匪抢了之后，这家也回不来了，你快点赔。所以你们以后都不回来了。村里出了你这么个灾星，谁还敢回来？说不定以后还会惹上别的事儿，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就是啊。行，要走可以，那就先拿出你们的田契、地契，还有房契，我们根据估价来给你们赔偿。不过你们以后再也不许回来。谁稀罕？是吗？什么事儿这是？拿过来吧。分了吧，分了吧！哎，我的呢，我的呢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哎呀，拿好了。走，都回家收拾去。站住！现在这些房子都是属于我的，你们没有权利进我的房子收拾东西。不过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老子有了银子，才不稀罕你切破烂。就是，谁稀罕呢？走。青青，你真有办法打退这些土匪吗？林叔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早已经有主意了。先把老人、小孩还有妇女安顿到镇上，我留下。这不行，你一个小姑娘家，要跟他们大伙到镇上避一避，我们大伙还指望你带着大伙挣钱呢。林叔，放心，而且是我让大家留下来的，我自然也得留下。还有，我已经有办法了。哎，炸药都买好了。等人差不多走近了，就把引线点燃。哎，林叔，点燃之后一定要及时卧倒。好。青青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肯定让他们进不了村。哎，我还准备了很多火药包，到时候若是还有漏网之鱼，就点燃往他们人堆里扔。好。青青，你咋准备的这么齐全？你啥时候买的？做生意嘛，需要自保，我托人买的。啊，大家快藏起来吧！快！好，快！听一下。各位，哎呀，他们都山匪都被解决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先收拾山匪的遗体，
然后把重伤昏迷的山匪收押。这次可多亏了我们青青啊，要不然我们村子怎么办啊？是啊，青青，谁说你是灾星？你是咱村的福星啊！对呀，对，大家都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等明天大家把新人接来了，留几个人和我一起把山匪押去报官。好，明天我和你去见方县令。好，好。你们击退山匪有功，每人奖励10两银子。柳青青，此次击退山匪，你居功至伟，本官会奏明朝廷为你请功。多谢县令，此次能击退山匪，也是因为大家团结一心。我也只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而已。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心性，实在难得。本官听闻你在村子里开了作坊，实在是年轻有为。若是你要把作坊开到镇上，只需知会一声，本官为你开方便之门。最近忙着建作坊、修新房、打山匪，都忘了系统还有升级的事儿。不行，进度调在99%，难道我的系统真的升级无望了吗？不行，果不甘心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铁皮石斛价值不菲，应该呀，足够最后的1%了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筒子，等着，回收铁皮石斛，交换银钱。恭喜主人，系统升级成功。升级后，解锁金钱赊账、万能按钮、作物快速增长药水。金钱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兑换铁皮石斛的银子，你还没给我呢。到账100两金子。金子！快，给我看看，快啊！哇塞，真是金子啊！我上辈子、上辈子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金子。感谢系统妈妈的馈赠，发财了！我要建大作坊，做大生意，把我柳青青的名号传遍四海。小雪，怎么了？你大伯和大伯母来了，在作坊里撒泼打滚，怎么都不肯走，还打翻了很多东西呢。咱作坊里都是些年轻的小姑娘，一个个都吓得不轻，都不敢做工了。走。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是没180两银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。大伯好大的口气，就是想要银子找我不就好了，干嘛欺负一群小姑娘？老家的宅和田怎么也值110两，你们之前给的太少。不想给银子也行，让我们和你奶回村里，这事就算了。不可能，那些离开村子里的人，不管是房也好，地也好，都已经归我柳青青的名下了。他们要是回来，门锁也换了。不过要是想动我的东西，我就断了他们的手脚。今天你们在这里闹事，让我损失了肉和罐子，赔5两银子，我就放你们离开。小雪，通知林哥，让他拿着刀过来，就说外村的人来作坊闹事，让他们带着刀，就说有外村的人来作坊闹事。好。他肯定不敢。躲别动！算你狠！走！林哥，等晚会儿我要去镇上和罗少东家商量生意，作坊就拜托你们了。青青你就放心吧。好。
柳姑娘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今天呢，我一是来送白砂糖，二来是想再谈一笔生意。尝尝看。这可是我研究了好几日的猪肉脯，才做出来这么点分量来。这个啊叫做肉脯，也叫肉干。饿了的时候可以顶一顶。冬季严寒，菜和肉都贵，肉脯啊可以解馋。少东家，你觉得如何呢？不错，有嚼劲，馨香鲜美，可做零嘴，也可做主菜。我想着再开2个作坊，一个去做肉脯，另一个继续做自热罐头。肉脯呢，老规矩，还是专门供应给川云楼，原材料您出，调料和人工都我出，利润呢我们就3七分，您7我3，如何呢？柳姑娘，这吃食都是你做的？不瞒少东家所说，我不想只当川云楼的供货商，我想做自己的招牌。要是我做的东西在川云楼打出了名声，之后我自己开店也会很顺利的。不过呢，既然我借用了川云楼的名声，那自然要舍出力，互惠互利，生意才能长久嘛。柳姑娘不愧是能打伤土匪的人，这份气度真乃女中豪杰。这样吧，我也不占你太多便宜，我6，你4。那我就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，祝您的店生意昌隆。祝柳姑娘早日名扬四海。你们村这么多空房子，凭啥不让我们住啊？啊，凭啥呀？林叔，发生什么事儿？这些都是隔壁州县的，他们闹饥荒，所以才逃难到这儿。但说来也奇怪，他们怎么都直接来到我们村子，一口笃定我们这里有吃有住的？应该是那些离开村子的人跟他们说的。谁是你们村长？我。听说你们这边房子这么多，村里边人又少，不如把这些空房子分给我们些难民住。就是我们村里虽然人少，但是祖辈在这生活的，这些房子是我们村民花钱买的，怎么可能让你们白住？谁买了这房子？谁买的？出来，带我们去看看这屋子。我买的，这里的房子都是我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可以进这个村子。这么大堆的男人都听这个小姑娘的，怎么？这个小姑娘给你们什么好处了？何人在此闹事？有人报官说有难民在此闹事，谁敢造次，让谁下大狱。多谢大人。大家不远万里从边关来到这儿，没有栖息之地。这里我的房子1个月15文钱房租，良田1年1亩，3文钱1亩。若谁愿意，可以找小雪登记。我们要是有钱，还用得着来你们这个小破村吗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大家若是没有钱，可以挣钱付房租。这样吧，妇女和13岁以上的女孩可以去作坊里做工，汉子的话可以建作坊。你的心怎么这么歹毒啊？欺负我们这些难民，你就不怕死了下地狱你啊？我们愿意留下来，求姑娘给我们一个生的机会。我愿意到姑娘的作坊做工，求求姑娘收留我们吧。小雪，你带着愿意留下来的去登记。另外，你派2个人去盯着，若是有手脚不干净的、偷奸耍滑的，1次警告，2次逐出。放心吧。走。走吧。刚刚闹事的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还请你们离开。多谢姑娘收留，我叫秋韵。不瞒姑娘，我们来到这儿是县城里面有人透露你的踪迹，不知姑娘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多谢秋韵姑娘，以后叫我青青就好了。这件事儿
应该是之前离开村子的村民说的。没事儿，你现在还是先过去作坊吧。下面我宣布，今天我们的作坊正式开工。好，恭喜啊！好啦，大家都去忙去吧。好，走吧走吧。感谢少夫人来参加开工仪式。你的罐头自从买到昌永楼之后呀，就一直受到食客们的喜爱。如今你也有了2间铺子可以替你做罐头，也有了足够的人手能够定期交货，那我就在此先恭喜青青妹妹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不过青青妹妹不如想一个招牌名，这样以后吃到罐头的人都会知道你的名字。月姐姐，你和我想到一处了，名字呢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青青。等他们想到看到罐头，就会想到青青罐头；如果是他们想吃零嘴了，便会想到青青肉脯。秋月，给月姐姐，这是我新做的糕点，尝尝看。你这莫不是想要将这方子再卖给我，然后再赚上一笔钱？怎么会呢？这是送给月姐姐的。不过若是少东家有意想买，那我乐意支持。青青妹妹啊，总是能想出许多奇思妙想的东西。月姐姐的病情怎么还未好？林叔，青青，今天叫你过来是商量选村长的事儿。如今咱们村子也稳定下来了，原来在你手下老老实实干活也挣了些钱的村民，也买了房子，落了户籍。抛开那些被你赶走的，人数也不算少了。咱们村应该选个村长了，要不这2天就把这事儿定下来吧。这件事啊，叔叔婶婶们商量就好，选个德高望重的人当村长就行。其实我们商量过了，经过这几次大事呀，我们觉得你最合适，你当村长，我们村里才会越来越好。我还要搬到镇上去住的，不行。那个我不行的。第一是我时间有限，第二是我没兴趣。哎，这样吧，林叔，我觉得你做事最稳重，不如就由你来当村长吧。行，芊芊，我一定会干好这个村长的。那我们就恭喜林叔上任。好。对了，大家，我培育出了一些菜苗，我想大家领回去种。这个啊是辣椒，3个月左右就能成熟。辣椒是啥？这种东西种出来真的能吃吗？叔，您放心，辣椒它当然能吃。这样，等结出辣椒来了，我10文钱一斤收，怎么样？10文钱这么赚？青青，你不是逗我们吧？我可不愿意种，到时候种出来没人要怎么办？我那么多田地还要种庄稼呢。叔叔婶婶们不用担心。这样吧，我不强求大家，如果愿意的话就来领。菜苗啊，我不收大家钱。那我来一个。我也要。小柯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会儿送你去私塾上学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今天就去。看看这个。姐姐，我好看吗？好看好看，快回来。来，先把饭吃了，吃完早饭，姐姐带你去上学好不好？哎，青青，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了？我把小柯送到镇上的学堂上学了，他5岁了，该启蒙了。青青姑娘，你快救救我儿子吧！他好像吃错了东西，脸色发紫，呼吸困难。现在村里又没有大夫，这可咋办呀？你快带我去，小雪，去请大夫，走。这是中毒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。我先给他催吐，你去准备些牛乳来。牛乳？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哪有这么好的东西？青青，你可一定要想想办法呀！用淘米水。
啊，好。嫂子，你不用太担心了，大夫一会儿应该就来了。而且他刚刚把东西也吐出来了，又喝了淘米水，症状应该会有所缓解。哦，这怎么办啊？我也不会治病解毒啊。孩子是在哪出事的？是在外面，我一晃眼的功夫，他玩着玩着就突然晕倒了。用这个叶子磨成粉，让孩子吃了。哎，来，哎呀，娘，儿子，你觉得有没有身上其他地方不舒服呀？我先回作坊去忙了，先告辞。好。哎呦，幸好得救及时，已无大碍。这救人的人真是个高人呐！大夫，这话怎么说？这孩子中的可是剧毒啊，发作快，毒性强。想必那位高人在半刻钟内就调好了解药啊。说来惭愧，就算老夫当时在场，只怕也是无能为力啊。今天还要多亏你出手相救。大夫说了，若不是你解毒及时，那孩子啊，一定回天乏术了。举手之劳，那毒草我在边关常见，所以认得。我也经常会配些药草，以防万一。边关寒苦，危险重重，你一个姑娘能在那里活下来，一定有过人之处。姑娘谬赞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想要好好活下来的百姓而已。秋燕一定有什么秘密，不过月姐姐的病一直没好，不如让秋燕去看看。明日你跟我一块儿出门一趟吧。好。月姐姐，风寒还没好吗？我请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女子来为你看诊。多谢青青妹妹，秋韵妹妹。东家，少夫人好像已经中毒已久了。什么？月姐姐不是风寒吗？怎么会中毒呢？你能看出来，那你可否医治？不能确定，我必须得详细诊断之后才能肯定。而且要救治少夫人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3个要求。若是你能治好月姐姐，我定然有重谢。说吧，你的3个要求是什么？还是先为她诊断吧。来，少夫人中的毒是由好几种植物精心调制而成的，而且至少已经中毒小半年了，毒已经侵蚀了5脏6腑。下毒的人应该是忌惮少东家和少夫人的关系，所以才精心的想出了这个法子。那你可有办法医治？有，但是这法子很是冒险。成功的话，少夫人的毒就可以完全清除，但是一旦失败，少夫人或许只有1年可活。秋韵姑娘，我愿意试一试，否则只怕是连机会都没有了。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谁又甘心就这样死去呢？我相信你。好，我需要银针、纸笔。楚春，去哪？来，毒素已解。
毒素已解，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后续再配合吃些药，然后不要过于操劳，半个月之后就会好全了。秋云姑娘救命之恩，我该如何报答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会医术这件事情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绝对不会透露。初春，好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青青和秋韵姑娘收下。以后青青妹妹和秋韵姑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叶姐姐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们就先走啦。5000两，秋月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我都有点佩服你了啊！你放心，没有你的同意，我是绝对不会把你会医术的事情告诉别人的。青青，你人善良又聪明，你是我除了家人之外唯一信任的陌生人，我相信你。哎，对了，秋月，你的3个要求是什么呀？第一个要求是，我要和你住在你家，其他2个以后再说吧。什么？我要住在你家，以后你不管去哪儿都要带着我，不要让我再孤苦伶仃了。说是以后我有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保护我。我只是不想再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了。那好，我答应你了，一会儿就收拾房间。到时候你把你的行李收拾好，就搬过来住。我把隔壁厢房留给你。好。经过10几天的休养，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。秋韵姑娘果然厉害。少夫人不必客气，夫人，您的身体还需要好好调养才是。多谢秋韵姑娘救我娘子。不是，少东家不必行此大礼，会吓到秋韵的。秋韵姑娘请坐。是我太唐突了。这样吧，月儿和你互称姐妹，便叫我一声大哥吧。少东家未免太生疏了。刘大哥，月姐姐，你们虽然毒已经解了，但还是要多加小心，避免再次被下毒。青青妹妹不必担心，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。其实我们中的毒是京城楼府的当家主母下的。这是往事，月儿无故受累。他们简直太卑鄙了，就会使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那你们可有解决的法子？我已经采取了行动，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龙须酥和肉脯的利润，按我们说好的分成，恰好如今得了空，这几个月的我这就一起结给你。1000两，还真不少呢。龙须酥和肉脯颇受那些达官贵人的喜爱，我们呢又是独家，所以利润不低。青青姑娘那个青青系列什么时候从镇上铺开牌面？肉脯和罐头是我们2家共同售卖，还是独穿云楼售卖？这楼大哥就问到点子上了。我们的罐头和肉脯都是川云楼提供原料，我们来制作，以后还是会这样。不过大哥你放心，我们马上就搬到镇上了。等我到了镇上之后，我的青青系列会推出超级多的新产品，以后我们还是会继续合作的。青青，你还想推出什么产品啊？推出之前我能尝尝吗？当然可以啦，甜点、美食，也有可能是酒。我有了一个好主意。你打算用这片桃林？就是桃林，可以酿桃花酒。你们2个在我的桃林里做什么？我老婆子就指着这桃林结几个桃子卖点钱呢。那婆婆，
既然这桃林是您的，我想跟您做个生意。等桃花开了的时候，我摘点桃花，我付您钱，您看行吗？罢了罢了，这桃林啊也结不出几个果子。你们要是觉得有用，等桃花开的时候，想采就采吧。这桃树长得这么好，为什么结桃子不如意呢？这本来就是片荒地，土又不肥，自然就结不出果子。每年啊，就花开得好看。童子，那个万物生长液能让桃树结出又大又甜的桃子吗？当然了，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不仅桃子又大又甜，桃花也能又香又美。太好了，又有一个赚钱项目。哎，那个老婆婆，不如您直接把这片桃林承包给我吧，这样一定能比您收桃子、卖桃子挣的还多，绝对不让您吃亏的。好，既然你想打理这桃林，那就租给你。谢谢婆婆。啊，这个拿着，这是3个月的租金，以后我每3个月给您付一次。哎呦，谢谢姑娘。青青，你租下这片桃林，想要做什么？等桃花开了，1/3的做桃花酒，2/3呢做观赏，建一个小庄子，摆上吃食喝酒，吸引游客注意。然后剩下的呢，等花期过了，就到作坊里做水果罐头。那镇子里的人会来村子里看桃花吗？酒在樊笼里，富得返自然，人人都想进入桃花源，这个主意啊，快火爆的。好啦好啦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哎呀，青青，我还没睡醒呢。找我干嘛？你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买的？对啊，我新买的。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，有4间卧室，有厨房、柴房，还有小院子，才300两，还不错吧？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家具吧。好。青青，这既然是我们的家，我就不能白白住这里。以后这个宅子我们平摊。听你的，我收下来。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青青，认识了你，我才发现女子还有另一番活法，发家致富，帮助难民，护卫邻里，活得潇洒畅快。虽然你来自小乡村，但是我觉得你见过广阔的天地，心中自有乾坤，还能怜惜草木之情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。哎，以后我们的酒庄也快开业了。欢迎大家赏脸捧场。今天是我们青青酒庄开业的第1天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品尝青青酒庄推出的樱桃酒和桃花酿。现场的活动是买1送1，我们的活动只有3天，大家抓紧时间购买。还有，想在店里饮酒的客官们，我们店里呢会提供水果罐头、糕点、辣椒炒肉等菜品。樱桃，柳老板没搞错吧？这樱桃可是只供给皇室和官府的贡品啊！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连见都没见过。柳老板是不是在唬人啊？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樱桃啊？是啊，我尝尝。好喝，给我来10瓶。好，给方县令记上，买1送1，一共20瓶。方县令一口气买了这么多，说明这酒真好喝。刘掌柜，给我俩尝尝。来，真好喝。给我来10瓶樱桃酒，10瓶桃花酿。我也一样。都排好队啊，一个一个来。青青啊，我先回衙门了，改天再来买酒。方县令慢走。听说这里开了个酒庄，卖的什么樱桃酒和桃花酿，今天可以免费品尝是吧？可以。哎，这不是二虎酒铺的杨老板吗？呸！这
这叫什么东西？这也能叫酒？这就是娘们儿喝的东西。是汉子就得喝烈酒。走走走，今儿二虎酒铺也买1送1。站住！你说我的酒不够烈？本来就是你的酒不够烈，怎么你还敢当街打人不成？我有一种烈酒，能让你一杯就倒，敢不敢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好，你等着。筒子，我要用这个植物换2瓶二锅头。请。他不会在里面放蒙汗药了吧？怎么不敢喝？哼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我杨二虎不敢喝的酒。爽，这才是真正的烈酒，我是服了。我就说我这酒是烈酒吧。抱歉啊，各位，今日的酒卖完了，只能等明日了。这样吧，我给现在的各位统计个登记名册，等明天酒一来，我就先卖给各位，如何？解酒汤，喝了会舒服些。啊，谢谢。啊，糟了！哎，真是个怪人。姑娘，你别怪二虎那孩子，他也挺可怜的。他爹娘去得早，他大哥在矿上做工，摔下来了，腿当时就瘫痪了。他现下还有2个弟弟妹妹，他这样拼死干活，就是为了他家4张嘴啊！唉。可人都去了青青酒庄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小姑娘有本事啊，酒好喝呢？哎，大哥怎么办呢？掌柜的，你想不想和我合作？你生意那么好，跟我谈什么合作呀？创新的果酒虽然好喝，但是啊，凡事都会有新鲜劲儿。等大家新鲜劲儿过了，还是会想再喝传统酒。这样，以后你的酒我收了，我们一起赚钱，如何？怎么合作？你的酒按照进价卖给我，然后你的铺子改为青青酒庄第1分号。公平起见，我付你铺子的1半费用，然后铺子的利润你4，我6。这样你就不再是掌柜了，而是我青青酒庄的第1位小东家。凭啥4、6分？你这是占我便宜！我自己的铺子怎么成了你的分号了？怎么就不公平了？我收了你的酒，你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，这是纯利润，给你4成，很好啦。你要愿意你就签，不愿意那就算了。等等，好。成交，哥哥，我也不能白占你便宜。这样，我领你去红香院赏擎天卷，怎么样？行。王妈妈，叫上你这里最好的歌伎舞姬，给我这个兄弟好好表演一番。哎呦，好嘞，公子，来楼上请。不要，放开我！住手！谁敢坏老子的好事儿？哟，长得不错嘛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你敢打我？我爹可是知州王刚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狂，原来是这知州府的公子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
好的很，好的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柳青青。很好，柳青青是吧？本公子下次再来找你玩。系统生长液就是好，源源不断的鲜美水果，瓷窑的生产力也不错。和杨二虎合作之后，生意愈发红火了。好日子，好日子。姑娘真有福气，嫁给公子，这辈子都值了。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都下去吧。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但也不能坐以待毙啊！董子，我中了让人浑身无力的迷药，有没有解药啊？有的，但是要升级。升级？怎么还要升级？你知道怎么升级吗？此次升级需要您身份的提升，比如您从普通农女变成了楼府公子的义妹，再比如您开了铺子成了东家，所以要加油哦！这是最后一次升级啦。童子，要你何用？要你何用啊！把柳青青还给我！一个人也敢闯知州府，小姑娘胆子可真不小，要不要一起玩啊？你喂我吃了什么？这叫五毒香，是种剧毒，半刻钟你要是没有解药，你必死无疑。怎么，你要试试吗？他就在里面。这是出府令牌，快把解药给我！我爹是知州，我死了你们也活不了。人救了之后，解药再给你。青青，哇塞，蚯蚓太帅了！你终于来救我了，我中毒了，快点拿解药救救我！这次来的着急，没有拿解药。来，我扶你出去。来，你怎么背得这么轻松？我在边关经常搬东西，石头可比你重多了，这点重量算什么？敢来我知州府闹事儿！敢来我知州府闹事儿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知州大人，好大的架子！你又是何人？这是立下赫赫战功，救下誉王爷，立下新封的镇国二品将军柳飞。傻妹妹，一别4年，你不会连你亲哥哥也忘了吧？哥哥，知州的儿子当街强抢民女，不知道知府大人知道会如何处理？刘大人，您高抬贵手啊，饶过犬子吧！我回去一定好好的训训他，我改日一定登门拜访，给您赔礼道歉，给您补偿。柳姑娘，饶过犬子吧！王大人说要补偿我，可要当真？真的，真补偿你。听说那红香院是你家的，你若诚心诚意的道歉，那你们红香院的所有酒都用我们酒庄的，我们2，你们8，如何？当然可以，只求您高抬贵手。既然如此，此事便作罢。回家。哎呀，娘，我和哥哥都回来了，应该高兴才是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让娘挂念了。回来就好，安全回来就好，让娘看看你。是娘不好，是娘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苦了，好孩子。娘，青青，青青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你在镇上开酒庄，在村里开作坊，太辛苦了。今天一定要好好歇歇。这么多年，都是妹妹在撑着这个家。静静，你辛苦了。如今大哥回来了，我们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再也不用那么累了。只要有大哥在一点，就不会让人欺负你，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一家人。我相信哥哥，有人依靠的感觉真好。对了妈，这次回来是带你们进京的，陛下赐给我了一座7进7出的院子，还带后花园。娘和弟弟妹妹住进去以后，还有侍女伺候，会比现在生活好很多。好，我们一家人团聚了，住在哪里都可以，我们永远绝不分开。好，真好，我的酒庄也可以开到京城了。娘，姐姐，哥哥。秋韵也回来了，我们这一大家子终于团圆了。我还是先给青青喂药吧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秋韵她专门给我调的补气血、养精神的药。哥哥，秋韵她是我的好朋友，还有这个房子是我们一起买的。看出来了，你们关系很好。今天村里送来了很多辣椒，我多炒几个菜。菲儿，你可得多尝尝。好。此次升级完成，主人您可解锁系统空间，解锁更多交换物品，比如上次的解药以及各种毒药及其解药。哎，童子，系统助手和系统空间有什么作用？系统空间就是不仅仅可以储存金钱，还可以储存物品，也可以种植作物，是无限的哦。哇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正愁啊，我的青青酒庄怎么开业呢？童子，那我能在系统空间里种植任何植物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还可以配合作物生长液，让作物生长得更快更好，让您的酒庄有源源不断的原料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我的酒庄又能开业了。那我现在就要种上西瓜、樱桃和桃树，在京城，到时候我就能开青青酒庄。还有一个将军哥哥，我在京城一定能挣大钱。老夫人、大小姐，欢迎回家。将军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听雨阁、文风轩已为老夫人和大小姐打扫好了。这将军府里里外外的厢房，老奴已命人全部打扫完毕，随时可以入住。郑管家办事一向周到。娘，你知道，我也只会管兵，这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也不太管。如今您来了，还劳烦娘帮我打理一下。菲儿，娘没那么大的本事，管不了这么大的府邸，还是让青青管吧。娘帮衬着她就行。妹妹，你说呢？娘，大哥，你们若是信得过我，我当然愿意帮你们打理将军府。好，郑管家，从今天起，将军府上上下下都听从大小姐安排。若是有人不听话，一律逐出府去。是。秋韵，一会儿你跟郑管家在院子里选一套厢房，喜欢哪个住哪个就行。谢谢将军，我想跟青青住一处。好呀，我也想跟你住同一处。郑管家，你先下去吧。好。妹妹，这个大哥，我现在可是有着3家店铺的柳老板，我不缺银子，不用了。你挣的银子终归是你的银子，大哥这一别就是4年，这是大哥第一次送你银子，难道你还要跟大哥推辞吗？既然大哥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收下来。
3间大仓库，1间闹事的铺子。大哥，你这什么时候整的？在老家看到你做生意，我就起了心，快马加鞭送过来。这郑管家办事还真快啊。不过闹事的那间铺子面积不是太大，仓库呢又离将军府远一点。你知道的，京城里也没有那么大的仓库给你用。大哥真厉害，大哥最疼青青了，有大哥疼就是好。对了，大哥，我想跟秋韵去看仓库。去吧。这么大人了，还像小孩子一样，风风火火的。还小嘛。哎呀，小哥，我带你们去看房间。走吧。这一看就是打扫过的，布置的还不错啊。大哥果真细心，这还有架子呢。你是打算在这里存酒吗？那我们镇上的3家店怎么办？以后都在这里拿货。大哥上下打点和与他人交际都需要银子，虽然他现在不需要，但是以后谁也说不准。我们把生意做好了，有备无患嘛。那先帮我下10万个订单，10万个白瓷和粉色瓷瓶，白瓷刻上樱桃和梨，粉瓷瓶呢就刻上西瓜和樱桃，还是按照以往的尺寸分3批交货，分别是3万、3万个和4万个，再定做100个酒缸。我一直有疑问，村里的果树虽然结得好，但也不是无限供应的，还有一些原料我都没有看到你去买，可是这酒就凭空出现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我是财神爷，你信吗？信，我信，你说什么都信你。以后呀，我就不会再问你了，别人我也不会再说了。哎呀，秋韵宝宝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去看铺子吧，然后你去招人，我去订瓶子。秋韵，你现在怎么跟我一样，对挣钱这么热切？我真希望我们青青酒庄在京城顺利开业，然后再多开几家铺子，开遍全国。还有我们的青青车队也要通往全国。这么厉害，这是又有什么好吃家，这是什么店啊？搞得神神秘秘的。哎，接了。哇，是青青酒庄，这是青青酒庄，这又是好酒啊！这是什么？今日是青青酒庄总店开业的好日子，我们店里呢准备了樱桃酒、西瓜酒、桃花酿、梨花醉和高粱酒，还有各种美味的吃食。在场人员都可以免费试吃啊！我们的活动是买1送1，不过只有3天哦，大家可要抓紧时间购买。听说青青酒庄在清河县很有名，喝了都说好。既然都开到京城来了，桃花酿听着新鲜啊！哎，走进去看看啊！走，真不错，进去看看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走，进去看看啊！三公主道。见过三公主。见过三公主。你见到本公主，为何是这副表情？公主花容月貌，我一时看呆了，还请三公主见谅。不愧是拳打土匪、文武双全的柳青青，我很喜欢。这风骨和护国将军真是一模一样。三公主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，我还知道更多的事情。不知今日你的酒会有什么惊喜？公主，请入座，我为公主斟酒。殿下，这4杯分别是樱桃酒、西瓜酒、桃花酿和梨花醉。不错，甘甜而清新，醇香浓郁，
给我各装20瓶，我要带给父皇母后尝尝。是。公主殿下见过山珍海味，都称赞这碗酒，那看来是真不错。我各来3瓶。我要10瓶。刘老板，公主说您文武双全，不如做首诗来祝酒。好啊，那我做了诗，你便要多多买我的酒，好好给我的青青酒庄做个宣传。好嘞。花落京城酒是春，逢君荣生待故尘。一杯相属成知己，何必平生是故人。大家相逢于此，便都是知己。一声大笑能几回？喝酒须得来清清。好。刘老板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请。刘老板，我就开门见山了，我是京城风华楼的东家，京城最大的酒楼，青青酒楼的几种酒都很好喝，我风华楼想进一些，这几类酒，刘老板愿意最低给多少进价？每一类酒每瓶5块钱，不过呢，要和酒庄的售价统一，都是7钱银子一瓶。季老板若是要的量大，最好提前半个月签协议。啊，这个呢是详细的合约，您看看。好。刘老板，我是京城中来找柳老板的第1家，可否给我们一些优惠？以后出了新品，必须首先给我们风华楼，且5天内不准售给其他酒楼。季老板不愧是能把风华楼开成京城第1的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行，没问题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东家，皇上派人给您送了个玉牌，说以后只要拿着这个令牌去教坊司，所有的消费都给你免了。柳老板如今何其风光啊！居然连皇上都听了您的名号，给您赏赐。看来跟柳老板合作是计谋沾光了。哪里哪里，我柳青青的商业帝国开始了。